假设现在欧洲央行真的开始降息了，甚至步入新一轮的宽松周期，那你可能会问，哎，这和我手里的股票、债券、黄金，甚至我名下的房子到底有什么关系？欧洲央行一旦放松了它的货币政策，它释放的不只是流动性，更是一套全球资产价格的重估信号。我们先从美股来说起啊。如果欧洲央行降息，意味着欧元资产的收益率下降，大量的欧洲资金呢就可能转向美国市场，特别是以美元计价的科技股。那这种资本的回流呢，就会提升美股的流动性，会提振美股。所以呢，美股尤其是以成长股为主的纳指，会在欧洲央行宽松周期当中呢出现结构性的上涨。我们再来看看美债啊。当欧洲资金重新配置全球债券的时候，美债依然是第一避风港。所以，欧洲央行一降息，那么资金还是会涌入美国的债券市场，美债的需求会上升，它的价格会上涨，它的收益率会下行。所以换句话说呢，美联储如果没动，那欧洲那边一放水，美债市场呢就被动的吃饱了。然后咱们来看看中国的 A 股和港股，这俩可以一起看。你可能觉得呀，欧洲离咱们有点远，但实际上呢，会通过这两个通道信号传导过来啊。第一就是人民币的汇率，第二是国内的货币政策空间。欧元一旦贬值，人民币呢往往也会受到贬值的压力。为了稳汇率，中国央行往往不会马上跟进降息。但是从全球的流动性来看呢，这实际上是对人民币资产的外部助力，尤其是港股市场，很多资本呢就会通过美元的通道呢与欧元的流动性联动，所以在欧洲央行降息放水的周期当中呢，港股的估值中枢会上升，其实也会被动的带动 A 股上升。然后咱们再来看看黄金哈。黄金的核心价格看的是实际利率，欧洲央行一降息，那欧元的实际利率就下来了。这相当于呢，全球范围内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都在降低。那黄金作为无息资产，它的吸引力就上升了，所以黄金的价格会上涨。另外呢，欧元的走弱也会推高美元计价的黄金，所以对黄金来说呢是双重利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房市啊。咱们分为美国的房市和中国的房市。那美国的房地产呢，会因为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带动30年期房贷利率的降低，购房的成本下降了，那么利好刚需和换房的需求。所以我们来讲呢，这个美国的房地产呢会稳中有利，它也不会特别的提升。那我们再来看中国房地产。中国房地产呢，更多的是看国内的利率水平，欧洲的动作影响呢，对咱们来讲间接一些。但如果美国、欧洲都在降息，进入了降息通道，那中国政策腾挪的空间可以说会更大，会出现外松内跟。那房地产信号的边际宽松呢，也会给市场带来向上的提振。但是中国的房地产整体上大的政策空间呢，其实是不希望它大涨大跌，我们顶多呢也就是一个平稳。美国呢可能是这样。最后呢，咱们来看看中国的国债啊，在全球避险偏好提升的时候，那中国的债市可能会受益于外资的流入，特别是中国的中长期国债。再加上中国央行为了稳定经济，可能会适当的也会降息降准，那么会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国债价格上涨，收益率下行。所以呢，咱们的中国的国债也会价格上涨。那我们通过上面的分析呢，也可以看出来啊，欧洲央行一旦降息，表面上虽然是欧洲的事儿，但实际上呢，却是一场全球性的资金重新洗牌。你以为它只是调了一个利率，实际上是影响的我们的股票、债券、房地产市场、黄金，甚至是外汇市场的一整套链条。如果你看懂了这个逻辑，那你就已经比大多数的投资者更早会嗅到下一轮全球资产轮动的风向标了。